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江颖，我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，你其实并未患病。我这么做仅仅是为了消除你腹中的那个生命。我已为你联络了海外的专家，你准备一下就离开吧。希望你能真正学到教训。倘若再有下次，让木木有一丝一毫的不快，你的生命将不再属于你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我整个人仿佛失去了灵魂，没有病痛。那我的宝宝呢？一直是卢思成告知我，我的子宫有问题，唯有放弃孩子才能延续生命。因此，我才忍痛决定舍弃已在我腹中成长了6个月的孩子。但现在，他竟然说我没病，孩子是被他有意拿掉的。我的身体开始颤抖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是你的骨肉啊！你怎么能够？明明是他先出口伤人的，他故意在你面前装出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是，我愤怒地大喊。然而，一个清脆的巴掌声打断了我的话语。住口！你还想诬陷他？你还要不要脸？木木向来温婉和善，他还有抑郁症，怎么可能会骂你？这都是你自找的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他扇了我一巴掌，然后狠狠地把我推倒在地，冷漠地转身离去。连一眼都没有回头看我。这个男人曾与我共度了5年的时光，如今却变得如同魔鬼一般，我几乎已经认不出他了。刚刚经历过手术的腹部突然剧烈疼痛起来，我瘫倒在地，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隔壁病床的护工正好出来取水，看到我，他突然惊叫起来：血，你又出血了！医生，快叫医生！一群人慌慌张张地围上来，给我接上各种设备，迅速将我推进了手术室。手术终于结束了，难以忍受的疼痛席卷了我的全身。在那恐惧无限放大的几秒钟里，我全身不停地颤抖，旁边的机器响个不停，护士焦急地不停拨打卢思成的电话，然而始终没有人接听。抱歉，江小姐，我们尽力了。主刀医生朝我鞠了一躬。我只剩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能活了。濒死的时候，我在电话里求卢思成见我最后一面。如果我说我要死了，你会回来看我一眼吗？呵，那边传来一道冷笑声，不屑地冷笑道：江颖，你摇尾乞怜的样子真的很贱。你欺负木木的时候怎么不这样？你这副贱样，我是见一面也嫌恶心。你死了，我也不会看你一眼。话落的这一刻，我的自尊和活下来的希望都被他狠狠地踩在了脚下。我心如死灰，没多久就断了气。再次恢复意识后，我已经变成了灵魂，漂浮在了家里。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大门就被用力踢开。卢思成和沈佳木拥吻着进来，他急切地将沈佳木抵在墙上，上下其手。真是刺眼的一幕啊！刚恢复意识就见此情形，哪怕已经断了气，也依旧感觉到了心脏的疼痛。我看着卢思成把醉醺醺的沈佳木放在沙发上，用热毛巾帮他擦脸。沈佳木娇地看了卢思成一眼：思成哥，你就这么把我带回家，不怕你老婆生气啊？听到我的名字，卢思成的眉头皱了一下。别提那个晦气的人了，他刚打完胎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就算回来了，也碍不着我们什么事。毕竟这里是我的家，我让他滚，他就得滚。卢思成的话如同尖刀一样插入我的胸口处。和他生活了5年，原来他打从心里就没把我当作他的家人。沈佳木显然很满意这个答复，他一只手勾住了他的脖子，问得很直接：
思成哥，你还爱我吗？江颖陪了你5年，你应该是对他有感觉的吧？否则怎么会让他怀上你的孩子？傻瓜，若不是喝醉了酒，我又怎么可能让他怀上了我的孩子？这些年来，为了不让他怀上我的孩子，我做了很多错事。那次是个意外。再说，我只想拥有和你生的孩子。两人四目相对，卢思成的掌心附上了他的侧脸，轻叹了一口气：“木木，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，我爱的一直都只有你一人。”听完卢思成的话，我的双耳一直在嗡作响，被强行拖进了回忆里。卢思成是很喜欢小孩子的，从结婚第2年，我们就开始备孕，可我却一直没有怀孕，直到今年他一次醉酒，我们发生了关系，我才意外怀了孩子。按理说他应该很高兴才对，可我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任何的兴奋，对我反而多了一些厌恶。原本不算太忙的工作也逐渐忙碌了起来，经常到深夜才回来。我担心他的身体会受不住，早早地提着饭盒去了医院，可却见到了不堪的一幕：沈佳木依偎在他的怀里，旁若无人的有说有笑，本就不安的内心就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抓了一下。我知道卢思成曾经深爱过沈佳木，但我不知道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他还爱着。沈佳木是卢思成的白月光，上学的时候他们就被大家打趣，说郎才女貌，迟早会在气。后来沈佳木选择出国发展，两人的感情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而我趁人之危，在卢思成失恋最难过的时候陪在他的身边。一开始他并不愿意搭理我，但奈何我每日地缠着他，不是送餐就是送伞，无微不至。最后他被我烦怕了，答应了我的告白，就这样在一起了5年。许是因为时间太久，久到我都差点忘记了沈佳木这个人，久到我以为卢思成是因为爱我才跟我在一起，而不是因为我缠着他。我没有上前去揭穿他们，而是选择离开。直到1周后，我在小区楼下遇到了沈佳木，见到我他面容不改，似乎是早已等候许久一样。我和他去了附近的一家咖啡店，怎知刚坐下，他就非常笃定地开口：“江小姐，我看得出来，思成哥哥他不爱你，虽然你把他照顾得很好，但是他不爱你又有什么用呢？你没发现最近思成哥哥都不怎么爱回家了吗？你们继续下去根本不会有结果，毕竟相爱的婚姻才能走得更长久，不是吗？”我被他这番自以为是的话气笑了，平复了一下情绪，才说道：“沈小姐，不管思成是否爱我，你都没有资格在我面前说3道4。摆谱，你该不会幻想着我和他离婚后，你就能嫁给他吧？别忘了，是你抛弃的他。况且我现在怀孕了，你认为他会舍弃我们的家庭，去跟你在一起？”我起身想要离开，不想跟他继续纠缠下去，却被他一手抓住。“江颖，思成哥哥对你只是责任而已，你不能这么自私，将他绑在你的身边。他要是真的爱你，昨天晚上他就不会在我家过夜。”他的声音很大，丝毫没有作为第三者的羞耻。不能否认，他说过夜的时候，我的心抽疼了一下。我知道我不能被激怒，所以只是抽出手想要甩开他。明明力道很小，他却一下跌坐在了地上，突然委屈地抽泣：“江颖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”呜呜！店里其他客人的目光被他吸引了过来，我一下愣在了原地，有些手足无措，不懂他要做什么。而后抬头对上那双满是怒意的眼睛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他的观众不是我，而是卢思成。
我不清楚卢思成是什么时候来，事发的当时他并没有责怪我什么，直到产检的时候，他突然告诉我患有子宫癌晚期，胎儿和我的命都不久矣，需要马上做手术。因为卢思成是妇科的权威医生，所以我对他的话没有任何怀疑。怎料这些都是他的阴谋，他当下没发火，是在酝酿着报复我。只是我太傻，信了他的鬼话，中了计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他喜欢孩子是事实，但喜欢的是沈家木为他生的孩子。我可以在任何人面前嚣张跋扈，唯独在沈家木那里，连他的一根汗毛都比不过。思绪回过，俩人又在接吻，亲得越发难舍难分，要把对方融进骨子里的状态。我忽然觉得自己该离开这里，万一看到了不该看的，我该何去何从？想到这，我顿时坐立难安，拼命地往门口跑。可一碰到门，一股撕裂的疼痛突兀地传来，我来不及尖叫就被拽了回去。几次尝试后，我意识到了一件事，我不能离开卢思成了。老天果然是在惩罚我，生前忍受着丈夫爱别人的痛苦，死后居然还要默默地看着他们恩爱，实在见不得他们亲密。我只好紧闭双眼，躲到了最边上。可过了一会儿，一阵铃声打断了两人。卢思成意犹未尽地离开，拿起电话，眼里满是不耐烦。卢先生，你让我安排的出国的那个女人，根本找不到她。我去医院，医生竟然说她已经死了。您别整我呀，让我带着个死人走，这像话吗？电话那头的男人噼里啪啦地输出着，这应该是他专门喊来将我带去国外的人。这是我死后的第2天了，难道卢思成要知道我死讯了吗？他会是什么反应？我好奇扭过头去，仔仔细细地观察他脸上的表情，试图从上面找到哪怕一丝关心，可惜没有。卢思成下意识地皱了皱眉，死，哼哼，他这是又在酝酿着什么好戏呢？你帮我再找找，他为了不出国，肯定躲到别的地方了。江颖这个女人诡计多端，死是不可能死的，她的命那么贱，阎王爷收她都嫌恶心。如此恶毒的话砸在我的身上，我分明只是爱上了她而已，却好像犯了滔天大罪一样。我突然的失联，只让她觉得恼怒和憎恶，没有一刻怀疑过我是不是出事了。明明是一道灵魂，可我竟然还会流泪。挂完电话，卢思成的怒意更甚，他开始不停地给我打电话，然而对面传来的始终是冰冷的机械音。沈家木见状上前挽住了他的手臂，眼神滴溜溜地转，状似无意地道：江莹姐也真是的，都多大的人了，还喜欢玩这种，以为这样就能让你回心转意，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。思成哥，你别生气了，江莹姐也是因为爱你才这样。她像是在替我说话，实际上是在拱火。卢思成嘲讽一笑，哼，江颖真是好样的，竟然算计到我的头上来了。他顿了顿，眼底闪过一丝阴霾，随即拂过沈家木的双臂，十分坚定地说：木木，明天我们订婚。我立马叫人着手准备。沈家木自然是惊喜万分，他红着脸回握住他的手，嗔怪地答应了。他还未和我离婚，却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和心爱的女人订婚了，这像话吗？看到这一幕，心底愤怒与痛苦交织，几乎要撕碎灵魂。晚饭过后，沈家木住进了我的卧室，卢思成破天荒地开始整理东西。从认识他到现在，从未见过他主动做过家务。如今沈家木来了，他倒是变得积极了。我在一旁冷眼看着，看着，越发觉得不对劲了。卢思成他收拾的基本是我的东西，
我的衣服饰品被他一样一样的掏出来，放在了一旁。思成哥，情侣手串，看起来好漂亮啊，这是手工做的吧？沈佳木拿起地上雕刻精致的木盒，掏出手串，一脸天真地问。我看到卢思成眼里闪过一丝恍惚，随后冷漠地嗯了一声。沈佳木见状，眼里闪过一丝冷色，竟趁卢思成不注意，用力一扯，珠子掉落破碎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思成哥，我又做错事了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疯了一般的朝沈佳木扑了过去。那是我在繁重的工作之余，亲手做给卢思成的生日礼物，就连珠子也是我一颗颗磨的。这不仅是串珠子，更是我对卢思成满腔的爱意。我的身体穿过了沈佳木的身体，我满心痛苦，死了根本做不了什么。我只能带着希冀地看向卢思成，希望他能有所反应。可是他没有，甚至抱住沈佳木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一串破珠子而已，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，坏了就坏了吧。本来我也是要当做垃圾处理掉的，我又被骗了。那是我亲手做的，送给卢思成的生日礼物，他没有带过，说是亲手做的太宝贵了，他舍不得带。原来我的心意在他那里就是个烂玩意，他不是舍不得带，而是嫌弃不想带。”卢思成几乎是将家里有关于我的东西都收到了公共杂物间，那里定期有人来整理，放那跟扔了没有区别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癫狂的大笑，恍惚间，泪水已经模糊了视线。这就是我爱了多年的男人，可笑至极。收掉我的东西，家里瞬间变得空荡，一点我存在过的痕迹都没有。而卢思成的动作也很快，第二天真的就准备了订婚仪式，没有邀请双方的亲戚，都是两人的好友。沈佳木一向喜欢成为人群中的焦点，他甚至安排了人专门直播他的订婚仪式。网友们看到布置得如梦似幻的现场，满地的新鲜鲜花，还有沈佳木身上那条价值不菲的礼服，无比艳羡。一场订婚仪式比结婚还隆重。感谢博主让我见世面，这是什么神仙爱情啊！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，祝你们幸福。不知情的网友们纷纷在上面留言的。我飘在上空，讽刺地看着这一切。相比沈佳木的兴奋，卢思成显得反倒有些置身事外的样子。他很冷静。在仪式开始前，卢思成不知怎么的又给我的手机打了个电话，这一次居然被接了，有些措手不及。他淡定的眼神闪过一丝慌乱，满腔的怒火似乎终于有了发泄的出口。江颖，你他妈是不会接电话吗？故意要我是很好玩啊。安静片刻，电话那头传来一道女声：不好意思先生，这里是长隆市公安局，手机的主人已于前日过世，您是家属吗？麻烦过来认领一下。卢思成愣住了，又看了一眼手机上面的号码，笑了。别玩了江颖，我要订婚了，你在做这些都是无用功，我不爱你就是不爱你，识相的话赶紧回来把离婚证领了。说完不等对面回答，他便挂断了电话。片刻后，他忽然暴怒地踢翻椅子，骂了句脏，可我已经浑身僵硬，失去了力气。我难得看到卢思成情绪失控的模样，向来都是他把我逼成了一个纠结于情爱的疯子。不过我心里清楚，他确实不爱我，他此时此刻会生气，不过是占有欲作祟。他笃定我爱惨了他，对他的话只有服从，没有违抗。我对他来说不是什么爱人，只能随意操纵的舔狗。我的失联对他来说无异于是一种背叛。仪式开始，司仪在台上念着流程。卢思成很奇怪，虽然是笑着的，
但他的目光却频频望向大门口，就好像在等着什么来一样。他不会是在等我吧？荒谬的念头在我心头涌起。到了交换戒指的环节，大堂的门突然开了，砰的一声，毫无预兆的，一个身影飞快地冲了进来，一拳砸在了卢思成的脸上。下一秒，宾客们纷纷惊呼了起来，被打得实在突然。等他反应过来，要开始反击的时候，他已经结结实实挨了好几拳。卢思成的眼睛都肿了，脸颊上全都是擦伤，很是狼狈。是我弟弟，他猩红着双眼，嘶吼着：“卢思成，你真他妈不是人！你知不知道我姐死了？她死了，你就这么急着娶这个小三上门吗？就这么迫不及待？”出乎意料的，听到我的死讯，卢思成居然笑出了声。你说他死了，把我当傻子要很好玩。卢思成冷冷地盯着一处，不知道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神情变得很阴郁。1秒过后又讥笑：“呵呵，用死来换取我的心疼，你们姐弟俩真是厉害。麻烦转告江颖，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只会让我更恶心。”发泄完怒火，弟弟短暂地平静了下来，知道多说无益，他只想尽快地处理我的后事，将一份文件递了过去。不信是吗？死亡通知书签一下吧。他的泪水无声无息地从眼角滑落，我的心也跟着一抽一抽的，疼得厉害。我伸出手，想抚平他皱起的眉，擦干他的泪，可手却透过他的脸穿了过去。哐当，卢思成手上的戒指掉在了地上。他猛地抬头，一字一句地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弟弟没说话，只是将文件塞在了他的手中。卢思成僵硬地看着面前的文件，死者江颖，死亡日期是3天前，上面盖有医院和公安局的公章，那做不了假。他呆住了，身体完全动不了，过了许久，才浑身颤抖着不住地摇头，道：“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”直到现在，卢思成还以为我是在用苦肉计逼迫他，真不知道他看到我尸体的那刻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。卢思成虽然嘴上说着不信，可他还是明显的慌了。沈佳木急忙抓住他的手，一把将他抱住：“思成哥哥，你冷静点，说不定这是他在骗你的。就算真的死了，他也没办法复活了。当下最重要的是把仪式完成呢。”沈佳木的脸上全是紧张，可卢思成已经听不进他的话了，一把将他推开，拔腿往外跑。他脸色甚白地闯入车流，不断拦车。我瞧见他这副模样，我只觉得恶心。明明先前还那样讨厌我，我都死了，他要装给谁看？卢思成到派出所停尸间的时候，我妈冲上去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，他双眼红肿，声音嘶哑：“真是作孽啊！小颖尸骨未寒，你便急着娶老婆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小颖怎么就喜欢上了你这个混蛋？真是瞎了眼。”卢思成是个不会吃亏的主，可被打之后意外的没有任何反应。对于我妈的话，他没有反驳，反倒是魔怔了一般的走向了推床边。我的尸体便躺在那，他有些颤抖地伸出手，停顿了许久，才掀开那层白布，只一眼，他便腿软倒在了地上。有那么吓人吗？我凑上前去看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死去的样子。尸体硬保持着一种直不直缩不缩的状态，尸体没有浮肿，许是因为太瘦了，反而有种湿的感觉。妈妈看到他这副样子，反倒生了怒气：“卢思成，你的良心呢？我女儿和你结婚这些年，你扪心自问一下，她对你怎样？她是我们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啊，从来舍不得让她做半点家务活。可自从嫁给你，她什么活都会做的。你胃不好，她开始学做饭。她的生日，
结婚纪念日、生病的日子，你有一次好好陪着他吗？你亲手打掉了你们的孩子，害他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，痛死病床。可他死前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在陪你的初恋女友，你怎么可以仗着他爱你，就如此作践他？卢思成，你不是人！面对我妈的指责，他全程都是一副呆滞的模样，灵魂像是被抽空，变成一具行尸走闪。直到要带走遗体的时候，他才有所反应。他一把抱住了我的尸体，不让我把他们带走。不行，江颖是我的妻子，你们谁也不准带走她。我弟本就一直在忍受，见状上前将他拉扯了起来，又一拳砸在了他的脸上。你这个时候装出一副深情的样子给谁看？早干嘛去了？你把我姐害得这么惨，她不会想见你的。若是不想脏了她的路，就麻烦你松手。不知是被话刺痛还是被打痛，卢思成竟真的松了手。他紧紧地跟在妈妈他们身后，看着我的尸体入殓火化，直到我变成一捧灰，他的眼才逐渐猩红。可能是错觉，我竟然看到了泪水。妈妈他们不许卢思成插手我的葬礼，所以他只能旁观，像个局外人。出殡那天，葬礼上来了个不速之客，是沈佳木。昨天到今天，他仍旧穿着婚纱，只不过他那件璀璨华丽的婚纱又脏又破，没了之前的精美。他的头发乱糟糟的，许是因为哭过，就连脸上的妆容也化了些。他惨白着一张脸，整个人狼狈不堪。他步伐极快地奔向我的骨灰盒。俗话说死者为大，他却一点都不在意，上前就用手砸。贱人，都怪你，你都已经死了的人了，为什么还要来阻止别人的幸福？你的心思为什么能这么歹毒？沈佳木被人拖着，还不停地往我这扑腾。听到他的声音，直觉得脑壳疼。他是真的喜欢卢思成，但他也经受不住外界的诱惑。当年卢思成的母亲给了他一笔钱，他又狮子大开口多要了100万，才爽快地离开。如今不过是在外受挫了，又想回来讹一笔罢了。你死都死了，为什么不能成全一下活着的人？我的婚礼呀，你毁了我的婚礼呀！你把思成还给我，江颖，我求你把思成还给我好不好？沈佳木从一开始的跋扈逐渐变得卑微。此刻，原本走出去的卢思成回来了，他换掉了昨天那身华丽的礼服，换成了一身全黑的衣服。他来了之后，直接就拽着沈佳木离开了，动作很粗鲁。没想到有生之年居然还能看到这样的画面，实在难得。放开我，思成，你放开我！沈佳木不停地叫唤着。卢思成像是没有听到一样，他甚至是用拖的方式。放开，除非你今天跟我走，去把仪式完成，否则我就把这个贱人碎尸万段。江颖，你活该，你活该没了孩子，活该死了！啪，清脆的巴掌声响起，沈佳木不可置信地愣在了原地。我也傻了，卢思成竟然打了沈佳木。他之前可是捧手心里怕摔了，含嘴里怕化了。啊呀！沈佳木反应过来，爆发出刺耳的尖叫声，简直比杀猪还要难听。你打我？你怎么可以打我？你是不是想和我分手了？我告诉你，想分手也可以，但你得给我一笔钱，赔偿我这些年浪费在你身上的损失费。沈佳木的嚎叫声越来越远。卢思成再回来的时候，脸上和脖子上都是抓痕。他没想到，他一直深爱着的女人也会有这么不堪的一面吧。我的目的选得很好，碑文我也很满意，上面只有我自己的名字，没有卢思成，这也算是自由了。从头至尾，卢思成一直默默地跟在最后面，直到下葬仪式结束，人走后，他
他才凑到我的墓碑前，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我真的错了吗？”冷不丁的一句话，让我寒意四起。你一次性害死2条人命，你没错，你没错。难道是我见枕颠搜帕只烙伐装一矿嘎瓷爆出书盘揉？回到家的卢思成直奔杂物间，那些只剩一片空地，被他丢弃的我的东西，早早被收走了。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他又转身跑了出去。我的灵魂不受控制地跟着他飘走。意外的是，他竟跑到了垃圾场，跟工作人员说了声后，开始在里面翻找东西。我的那些衣服纸品早就被回收了。整整8个小时，他灰头土脸地找到了一颗残留的珠子，如获至宝。到家后，他又将房间门一扇一扇地打开，就连柜门他都没放过，嘴里还一直嘟囔着：“江颖，我把门都打开了，你快回来吧，没人敢再拦你的路了，这里才是你的家呀。”空空荡荡的房间，只有卢思成一个人的声音，没人回应。他失魂落魄，像是换了个人一样。听到这，我只想笑。一个让我滚我就得滚的地方，怎么能称作是家呢？以前因为他对我不冷不淡的，我总是期望着他能对我患得患失一回，起码意味着他心里有我。可如今，我只觉得厌烦。他将自己关进了房间，喝了许多酒，胡子拉碴的，身上的味道臭气熏天，哪还有之前金贵的模样？只不过他手里一直捏着那颗珠子，像是寄托一样，不停地对着他说话。我都怀疑卢思成是不是疯了。而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这些日子，外面的世界早就翻了天。订婚仪式被沈家木以直播的方式传播了出去，所有人都看到了最真实的一幕。他们2人皆被顶上了热搜，是近期最热门的话题，被网友们称为渣男贱女。竟有人神通广大，不知从哪挖出了沈家木和一个陌生男人的床照，拍摄日期就在半个月前，也就意味着沈家木脚踏2条船。而我弟也在网上控告卢思成，说他利用职位行私人之便，并伪造假的诊断书，害死了自己的孩子和老婆。如此恶劣的行径引起了广大所有人的讨伐，纷纷要求医院彻查事情的真伪。他们俩一下子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卢思成想必也知道了这件事，被戴绿帽，害死了真正爱自己的人，还有即将丢失的工作，他已经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。电话都被打爆了，也只能麻木的一瓶又一瓶的酒下肚，将自己灌醉。几天后，许是走投无路了，沈家木来找卢思成，他绕开地上那些啤酒罐，走到卢思成身边蹲下：“思成哥，我知道错了。”卢思成只是瞥了他一眼，冷冷道：“你怎么还有脸过来见我？你不是还有别的情郎？”沈家木被噎了一下，很快便调整了状态。他抓住卢思成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：“那些人都不能跟你比的，我爱的只有你，那些人都只是玩玩而已。你现在不是应该和你的情夫双宿双飞，怎么来找我这个穷光蛋了？”卢思成用力地将手抽出，脸上满是不屑。沈家木被卢思成的态度刺激到了，他激动道：“思成，现在只有我才能帮你，只要你娶我，沈家的势力完全可以帮你摆平这件事的。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？你为什么不信？当初若不是你妈用钱赶我走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，是你负了我。”说到这，沈家木竟委屈地哭了起来。卢思成冷漠地看着面前这个惺惺作态的女人，只觉得恶心。沈家木，我们在一起3年，你什么样我会不清楚吗？别装了，我看得想吐。你……沈家木被气得脸红一阵白一阵的。卢思成，
你别后悔。沈家木走后，卢思成颓废地躺在地上，双目无神地看着天花板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外面响起了敲门声。卢思成置若罔闻，可门外的人似乎很有毅力，敲了许久都不见停。他怒气冲冲地打开门，刚想破口大骂，却在看到门外站着的人时，愣在了原地。你怎么会在这？门外站着的是卢思成的妈妈和他的新女友。这几天，卢思成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，他们也是没办法了，才找到这来。卢妈妈看到自己儿子这副穷困潦倒的模样，心疼得直掉眼泪。小颖都已经去世了，你不能这么作践自己啊！而一旁的女人从进门开始就一直在环顾四周，听到卢妈妈的话，她才假惺惺地开口：“阿姨，您别太难过了，我相信思成只是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他会懂您希望他幸福愿望的。”说完，他又看向卢思成，柔声道：“思成，逝者已逝，活着的人还要好好生活。阿姨的年纪也大了，你忍心看她这么难过吗？”多日未开口说话的卢思成嗓子有些沙哑：“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女人走到卢思成身边，想要去扶他，却被不动声色地躲开了。他也不气馁，接着道：“现在外面的风声很紧，你若是想出去避避风头，我可以送你出国，等这阵风声过了，你再回来，到时候我们再结婚。我相信经过时间的沉淀，网友们会忘记这件事的。”不得不说，他提出的条件很诱人，可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，卢思成已经不是之前那个天真的男人了。他目光沉沉地盯着面前这个从始至终都表现得很淡然的女人，试图从她的脸上看出些什么。“我凭什么相信你？”因为女人靠近卢思成，在他耳边轻声道：“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沈家木他该死。”女人的话让卢思成瞳孔一震，他不可置信地看向面前的女人，只见她勾起一抹冷笑，在卢思成的耳边接着说道：“只有让他永远闭嘴，才能永绝后患。”卢思成不知是想到了什么，竟真的跟着女人离开了。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卢妈妈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对于卢思成要娶面前这个女人的决定，她持反对意见。可爱情使人盲目，她根本插不上话，只希望这个新女友能真的对卢思成好吧。卢思成跟着女人上了车之后，才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：“你为什么要帮我？”女人目视前方，脸上是从未有过的狠厉：“因为他也抢了我的男人。”这下卢思成更好奇了，能被你看上的男人想必也很优秀，沈家木怎么就抢得走了？呵，女人冷笑一声：“因为沈家木他不要脸啊。”通过女人的讲述，卢思成才知道她原本出身豪门，和男友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可沈家木却横插一脚，将她的男友迷得晕乎乎，甚至还为了沈家木与他退婚。他与沈家木也因此结下了仇。这次会找上卢思成，也是想与他联手一起除掉沈家木。说做就做，他们很快就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，并由女人去实施，而卢思成则被他送出了国。沈家木最近春风得意，因为他又傍上了一个大款，并且这个大款还为了他与豪门未婚妻退了婚。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取代那个女人嫁入豪门了。这天，他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去酒店赴约，却在路上遇到了车祸，当场死亡，甚至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。而远在国外的卢思成也听到了这个消息，
他冷笑一声，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。沈家木死后没多久，网上就爆出了一则新闻，说他是被人包养的情妇，还害得别人未婚妻被退婚。网友们又开始新一轮的谩骂，只不过这次的主人公已经听不到了。而在国外逍遥的卢思成也接到了女人的电话，说事情已经办妥了。卢思成只说了一句知道了，便挂断了电话。对于沈家木，他现在已经没有感觉了，毕竟他现在拥抱的是整片森林。沈家木死后，他的那些黑料也被爆了出来，脚踏几条船，骗财骗色，给有钱人当情妇，这些事情每一件都足以让他身败名裂。卢思成看着网络上的评论，只觉得大快人心，他甚至想开一瓶香槟来庆祝一下。只不过还没等他付诸行动，国内就传来了消息，说他的妈妈病重住院了，希望他尽快回国。这个消息宛如晴天霹雳，卢思成立马订了最近的机票回国。在飞机上，他又接到了女人的电话，说她愿意和他一起回去看卢妈妈，只不过被卢思成拒绝了。我们的关系还没确定，就不用麻烦你了，等我先回去看看情况再说。女人也不气馁，只说让他有需要就联系自己。卢思成心不在焉地应了声，便挂断了电话。他现在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妈妈，根本听不进任何话。回国后，他立马赶到了医院，看到卢妈妈面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，毫无生气。不知怎么的，卢思成的眼眶竟有些湿润，他坐在病床前，轻声地呼唤着妈妈。卢妈妈听到声音，艰难地睁开了眼睛，看到自己的儿子，她激动地想坐起来，却被卢思成按住了。妈，你现在身体不好，就别乱动了，我回来了，你有什么想和我说的吗？卢妈妈看着自己的儿子，欲言又止，最后竟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让他好好照顾自己，便休息了。看着妈妈疲惫的睡颜，卢思成走出了病房，并带上了门。他靠坐在墙上，身体慢慢的下滑，最后竟无助地坐在地上。他将头埋在膝盖上，肩膀一抖一抖的，像是极力在隐忍着什么。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妈妈刚才看他的眼神，那是一种失望透顶的眼神。虽然他不知道妈妈为什么失望，可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。若他之前不那么混蛋，或许妈妈也不会被气病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直到一双黑色皮鞋出现在卢思成的视线中，他才抬起头看向来人，是他许久未见的弟弟，也是将他从小到大都比下去的优秀弟弟。你回来了。听到这句话，卢思成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这里是他弟弟工作的医院，他会在这也不奇怪。他站起身，拍了拍灰尘，与自己的弟弟擦肩而过。回到病房后，卢妈妈已经醒了，她看到自己的大儿子回来，只是象征性地点了点头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都是卢思成没日没夜地守在病床前照顾。他将自己的妈妈照顾得很好，就连一直看不惯他的弟弟都对他改变了些许看法。妈，你今天感觉好点没？卢思成边削苹果边问道。卢妈妈看着自己的大儿子，只觉得无比陌生。在他的印象中，卢思成从小都是被捧在手心里的，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更别提照顾人了。如今他能将自己照顾得这么好，想必也是下了苦功夫的。想到这，卢妈妈不禁老泪纵横。她不知道自己的儿子经历了什么，但她知道儿子已经长大了。小成啊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没把你教好。听到妈妈这么说，卢思成削苹果的动作一顿，随即又恢复正常。妈，你别这么说，
是我之前太混蛋了，以后不会了。他将削好的苹果切成小块，放在碗里，又递给了卢妈妈。看着如此乖巧的儿子，卢妈妈的内心得到了些许安慰，只不过她还是有些担忧。小成啊，你和小颖的事情是妈妈对不起你，可你现在还年轻，有没有想过再找一个呀？卢思成给妈妈掖被脚的手一顿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他竟笑出了声。妈，你就别担心我了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等您病好了，我就带他来见您。好好好，卢妈妈一连说了3个好字。她看着自己的儿子，只觉得无比欣慰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卢思成可谓是衣不解带地照顾自己的妈妈，就连他的弟弟都对卢思成改变了看法，而他的妈妈也因为心情愉悦，病好的差不多了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当了3年地下情人，我终于转正了。婚后第1天，婆婆叫我做早餐，我不肯，她骂我没道德，不尊重长辈，我直接给她2巴掌，笑死！我都当小三了，还会有道德吗？宝贝，我今天要赶飞机，先走了，你再睡一会。陆敏在我脸颊上亲吻一下，起身下床。我闭着眼睛点头，伸手抚摸着光滑的真丝床单，内心美得要冒泡。3年了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我当了陆敏3年的秘书兼地下情人，处心积虑讨好他，巴结他妈，陪他儿子玩，终于让陆敏下定决心，踹了原配沈曼，娶我回家。陆家豪华的大别墅，陆太太的头衔，陆敏所有的一切，终于都属于我了。我美滋滋的在床上打了个滚，正想再睡一会，屋外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佳琪，佳琪，快起床！我眯着眼睛看一眼手机，这才7点钟，有病啊，这么早喊我！我怒气冲冲打开房门，陆敏妈妈拿着件围裙站在门口，满脸笑意。佳琪，洋洋要吃培根三明治煎鸡蛋，我就随便来点牛肉包子，再来份红豆薏米粥吧。一大早的，这是要点早餐。我勉强压下怒气，那给我也来份三明治吧，再来一杯黑咖啡。8点半再喊我吃，谢谢。说完，我伸手要关上房门。婆婆脸色一变，佳琪，你干嘛？你不去做早餐吗？我一脸迷茫，家里没有阿姨吗？为什么要我做？婆婆不高兴了，把围裙塞到我手里。我家没有阿姨，弄一个外人在家像什么样子？以前早饭都是沈曼做的，现在你嫁进我家，当了我们陆家的儿媳妇，这往后早餐自然得由你做。我一愣，这才想起来，陆家别说早餐，1日3餐全都是沈曼一个人做的，而且她做菜手艺很好，我也沾陆敏的光，经常吃她做的菜。沈曼和陆敏是大学同学，2人校园恋情，毕业以后又一起创业开公司。陆敏为了赚钱，拼命应酬拉客户，很快就把身体搞垮了。沈曼不放心，辞职回家做了家庭主妇，照顾他衣食住行，1日3餐。陆敏肠胃不好，他每天都会给陆敏熬各种滋补的粥。有时候陆敏早上要开会，来不及在家吃，他就会把早饭细心打包好，让陆敏带到公司吃。那些早饭大部分都进了我的肚子。我坐在陆敏大腿上，一手勾着他脖子，美滋滋的等他把粥喂进我嘴里。这山药排骨粥真不错，山药好入味，排骨也炖得烂。陆敏笑起来，捏一把我的脸，小馋猫，嘴巴真刁。这粥沈曼凌晨5点就起来熬了，能不烂吗？明天还想吃什么？我让他做。我咯咯笑着，正要说话，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响起，
看见上面的来电显示，陆敏眉头一皱，我已经伸手接了。喂，陆太太，早饭陆总已经吃了，他夸你的粥熬得好，我们都很羡慕呢。我一边说话，一边在陆敏怀里扭来扭去。电话那头隐隐约约传来陆敏妈妈刻薄的骂声：陆敏吃上早饭了吗？知道他今天有早会，你怎么不早点把他叫醒？每天在家享清福，连这么点事都做不好，那粥冷了还能好吃吗？陆敏的肠胃不能吃生冷的东西。沈曼弱弱的解释：妈，我都用保温壶装着，不会冷的。我挂掉电话，朝陆敏吐舌头：老公，你妈妈好凶啊！陆敏握住我的腰，嗤笑一声：那是对沈曼，她一个家庭主妇，每天就这么点事，我妈对她自然严格一点。你就不一样了，小宝贝，你名校毕业，又是我在公司的左膀右臂，我妈对你不知道多客气，好多次都在家夸你，说你长得漂亮又能干，比沈曼不知道强多少。真的吗？我心花怒放，在陆敏脸上亲了一口。妈妈这么喜欢我，那你什么时候把我娶回家？陆敏眸色转暗，眯起眼睛：快了，等我把财产都处理好，可不能让沈曼占了便宜。佳琪，快下去做早饭，再晚洋洋上学该迟到了。婆婆不耐烦的催促打断了我的回忆。我翻个白眼，把围裙甩在地上：我不做，你们自己吃外卖吧。婆婆急了，拉我的手臂：沈曼都做，你怎么不做？你神经病啊！沈曼，你自己也说那是个黄脸婆，带出去只会丢你们陆家的脸。你夸我长得漂亮，气质好，大姐，漂亮是要靠保养的，不要来烦我睡美容觉了，行不行？我推开她，要关房门。婆婆火了，伸手戳到我脑门上：天下有哪个媳妇不做早饭的？你嫁过来第一天就想偷懒，不孝敬婆婆，不照顾孩子，你还有没有道德？道德什么东西？好好笑啊！本来一大早被吵醒就生气，我直接2个巴掌甩婆婆脸上：滚你妈的！我都当小三了，还能有道德？再逼逼吵我睡觉，我打死你！婆婆被我扇在地上，人都傻了，她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好一会才反应过来，嗷一嗓子从地上窜起来，拿头顶我肚子：反了天了！你这狐狸精敢打婆婆，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！我立马2只手薅住她头发，一使劲扯起头皮，婆婆疼得嗷嗷叫唤。为了维持身材，我每天最少在健身房撸铁1个小时。别看我长得瘦，力气可大得很。你有教养，你个老不死的！婚礼上还说会把我当亲生女儿，结果才第1天就想折磨我。你就是这么对自己女儿的？婆婆头发被我扯住，伸手要挠我脸，我直接一脚踹她肚子上，婆婆噔噔噔连退几步，仰面摔倒在地上，捶着地板哀嚎起来：杀人啦！周佳琪这个狐狸精杀人啦！对面的房门打开，10岁的陆远扬揉着眼睛，一脸吃惊地看向我们：佳琪妈妈，你们为什么打架？我随便找了个借口，我要给你点肯德基早餐，你奶奶不让，还打我。果然，陆远扬眼神马上变了，他凶狠地瞪着陆敏妈妈：我要吃肯德基，奶奶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吃肯德基？当初我费尽心思想讨好陆远扬，本来以为会很难，没想到事情比我想的顺利多了。陆远扬早就被他奶奶教坏了，动不动当着我的面说沈曼的坏话。我妈妈笨死了，我爸辛苦养她这么多年，她却什么都干不好，而且她也不化妆，好难看啊！佳琪阿姨，要是你能当我新妈妈就好了，下次同学会，你能不能替我妈妈来呀？你长得年轻又漂亮，
同学肯定都羡慕我。我带他吃了几顿肯德基，翘课去了几趟游乐场，就把他收买了。我妈妈说薯条炸鸡是垃圾食品，不肯让我吃。奶奶好，奶奶会让我吃，不过还是佳琪阿姨你最好，你还会给我吃冰激凌。陆远扬亲昵地抱着我的胳膊，以后你当我妈妈了，我可以每天来游乐场玩，不用写作业吗？当然可以呀，洋洋以后每天想干嘛就干嘛，阿姨都支持你，反正你又不是我儿子，变成废物一个，关我屁事啊！我才不管你写不写作业，吃不吃垃圾食品。就这样，沈曼和陆敏离婚那天，哭着想带走陆远扬，他却嫌弃地一把推开沈曼：“你又不会赚钱，我跟你去讨饭吗？你走吧，我很快就有新妈妈了。新妈妈漂亮又年轻，比你好100倍。”沈曼满脸失望地离开了。这个蠢女人在陆家操劳10几年，什么都带不走，我才不会落到跟她一样的下场。见孙子只管什么肯德基，看见自己被打了也无动于衷。婆婆大哭起来：“你个白眼狼，奶奶白疼你这么多年。”她一面哭一面掏出手机给陆敏打电话：“喂，儿子，你快回来，你妈要被人打死了。儿子啊！”电话那头传来陆敏不耐烦的嗓音：“一大早这是怎么了？我就在楼下，我忘拿护照了，有什么事下来说。”糟糕糟糕，真糟糕！陆敏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立马捡起地上的围裙往身上套，然后一边往楼下跑，一边伸手扯乱自己的头发，顺手在脸上脖子上挠了2下。我皮肤痒得娇嫩，稍微一用力，脸上就有几道红印。老公，呜呜！我一头扎进陆敏怀里，搂住她脖子，小声啜泣起来。妈妈想吃的早餐我不会做，我说点个外卖，她就打我，我好害怕呀！嘤嘤嘤，怎么了宝贝？我看看。陆敏拉住我的手，盯着我脸上的几道红痕，浓眉紧皱。他打你脸了，儿子，儿子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你再不回来，我要给这狐狸精打死了。天下有这样的女人，不做早饭还敢打婆婆，你马上把这个丧门星赶出去，离婚，跟他离婚。婆婆跌跌撞撞从楼上冲下来，拍着大腿，声嘶力竭地喊，像个疯婆子一样。我害怕地躲到陆敏身后。老公，他想吃牛肉包子、红豆薏米粥、三明治和鸡蛋。我8点半还要去公司上班，这么短的时间，这么多东西，我实在做不出来。陆敏不耐烦地扯了下领带，瞪着他妈：“又来了！我刚把佳琪娶进门，你就搞这套是吧？一顿早饭而已，弄杯牛奶煮个鸡蛋的事，你一定要搞这么麻烦？3个人弄6、7样东西，你这不是作贱人吗？”婆婆连大腿也不拍了，吃惊地看着陆敏：“我作贱人？我难道不是为了洋洋好？电视上都说了营养要全面，不然孩子长不高。当妈的给孩子多做几样早餐怎么了？怎么就算作贱人了？”陆敏嗤笑一声：“得了吧，我小时候你给我做过一天早餐吗？每天早上我自己起来煮面的，我不还是长这么高？怎么你现在一天天的要求这么多呢？”说到小时候的事，婆婆顿时心虚了，她脖子一缩，色厉内荏地喊道：“当初沈曼也是这样做的，沈曼能做，她凭啥不能做？”提到沈曼，陆敏愣了一下。沈曼当了10几年家庭主妇，每天1日3餐变着花样，早上天不亮就起床，准备满满一大桌子早饭，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。见她站在原地发呆，我抱住她的胳膊晃了2下：“老公，那怎么能一样呢？沈曼的工作就是伺候你们，我待会还要上班呢。今天沈总要过来谈方案，你看我这脸，到时候怎么见人啊？还有，
你9点半的飞机，再晚要赶不及了。我和妈的事我们自己处理，你先去忙吧。还是你识大体，老婆，等我回来给你买礼物。陆敏亲了我一下，走到旁边茶几上，拿起护照，看婆婆一脸失落，她又不忍心。不过宝贝，外卖确实太脏了，这样吧，你明天起早点做早饭，不用那么复杂，简单来几样就行。陆敏拿起护照，匆忙要走。婆婆见状，两手一摊，坐到地上开始大哭。我是没用了，你这没良心的东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，看我被他打了，你是一句话没有，半点不向着我。我含辛茹苦抚养你长大，老了落得这个下场，我干脆找根绳子上吊吧。我也不甘示弱地大哭起来。妈，对不起，可是短短1个小时，那么多东西我真的是做不出来啊，对不起，你打我，我不应该跑的。老公，婆婆哭声一收，愤怒地喊道：你这小婊子，满口喷粪，明明是你打我，我什么时候打过你？你个装模作样的臭婊子！婆婆从地上爬起来，举着手就要扇我。我躲到陆敏身后，我逃她追，围着陆敏，秦王绕住。陆敏一个头2个大，伸手把我们俩隔开。妈，你太离谱了，当着我的面就打佳琪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别打了妈！婆婆气得要发疯。不是我打她，刚才就是她打我的，是她先打我的呀！你看看我脸上这巴掌印，不信你问洋洋。对，问洋洋。洋洋坐在楼梯上，两手托腮看热闹，见婆婆喊她，立马一溜烟小跑下来。对，我都看见了，我作证。婆婆一把搂住洋洋，乖心肝，快告诉你爸，刚才是不是那贱人打了奶奶？你说呀，快说！说了，奶奶带你去游乐场玩。听见游乐场，洋洋眼睛一亮，仰着头，大声告诉陆敏：对，我都看见了，就是佳琪妈妈打的奶奶。陆敏原本一手护着我，听见洋洋的话，她吃惊地把手放下。佳琪，真的是你先打的我吗？婆婆得意洋洋，小孩子还能撒谎吗？就是这个贱人打我。儿子，你马上跟他离婚。我无奈地耸耸肩。洋洋，你告诉爸爸，是不是奶奶先打的我？你老实说了，妈妈带你去海洋馆，还给你买你最想要的那个奥特曼。奥特曼！洋洋眼中几乎发出奥特曼一样的光，原地蹦起来。对，就是奶奶先动手的，奶奶先打的佳琪妈妈。佳琪妈妈没有还手。看见洋洋的反应，陆敏这才明白过来，她气得一手拍着胸口，化身咆哮地：妈，你怎么能公然用玩具引诱小孩子撒谎呢？你到底在干嘛？那可是你亲孙子，你怎么能这样做呀？婆婆已经快疯了啊！是周佳琪，是她用玩具引诱洋洋撒谎，不是我呀！我苦笑一声：妈，你在说什么？洋洋是你从小带大的，你们感情好，我一个外人，他怎么可能为了那么点玩具就陷害你呢？对，洋洋不会为了玩具撒谎害你。妈，你实在是太胡来了。陆敏一手抚着额头，这一早上的，先是打佳琪，又只是洋洋撒谎，你别发疯了行不行啊？接连在我手里吃亏，婆婆呕得快吐血。她梗着脖子，额角青筋暴起，彻底失去了理智。我呸！你以为你儿子是个什么好东西？上回我推了沈曼一把，他从楼梯上滚下来，流了好多血。我给洋洋买了份炸鸡，他就跟你作证是沈曼自己滚下来的。他连自己亲妈都能出卖，我一个奶奶，他有什么不能卖？你个兔崽子，你快说，快告诉爸爸！是不是那个婊子打我的？告诉爸爸，你撒谎了，快说呀！婆婆死死扯着洋洋的胳膊，模样癫狂。洋洋被吓到，挣扎着大哭起来。
爸爸救我，爸爸救我！”陆敏却脸色惨白，身形摇晃了2步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婆婆：“你刚刚说什么？当初是你推的沈曼？”看着陆敏的神色，我心中咯噔一下，暗道不好。当初我和陆敏结缘，就是因为这件事。我是4年前进的公司，那时候陆敏和沈曼感情其实就已经不好了。她对沈曼有很多不满，即使下班了也不愿意回家，而是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。她不走，我自然也不敢下班，就留在办公室里陪她。她偶尔会跟我吐槽几句，说家里现在的氛围让她窒息。我还记得那天天很冷，外面飘着雪花，办公楼的灯几乎全黑了。陆敏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后，闷头喝啤酒。佳琪，你说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快？陆敏晃着手中的啤酒，神色恍惚。当初她是多好的一个姑娘啊！大学时候，沈曼家境比我好，每次到食堂吃饭，她会多打几个肉菜，然后把肉都夹我碗里，说今天的肉不好吃，让我帮她吃掉。我大学毕业的助学贷款，她偷偷帮我还了，还让导师说是因为我毕业成绩优秀，学校给免除的。她总是这么善良，这么包容，帮我的时候也小心翼翼地呵护我的自尊心。这么好的沈曼，为什么结婚后变成这样？陆敏用手撑着额头，眼眶通红。可能她本来就看不起我妈吧。有时候我回到家里，我妈红着眼眶看我，什么都不说，我也不敢问。我和沈曼吃了这么多苦，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。她抱怨我在家时间少，和我妈在教育孩子方面有点小矛盾，我都可以原谅她。可是她怎么能这样呢？她怎么能陷害我妈？那是我亲妈呀！她居然把电视剧里宫斗那一套用在我妈身上。不止我妈，她甚至冤枉6岁的儿子撒谎，当着我的面就想逼孩子改口。我真的搞不懂，当初那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到底去哪了？陆敏狠狠拉住我的手腕，到底去哪了？哎呀，陆总，你松手，你捏得我好疼啊！我娇嗔一声，顺势跌坐在陆敏怀里，接下去顺其自然。我和陆敏在办公桌上翻云覆雨，沈曼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的病房里，给陆敏打了无数个电话，电话铃声一声接一声。陆敏烦躁地把手机摔在地上，世界终于清静下来。我知道，我的机会终于来了。那件事是陆敏心底的一根刺，也是压死他们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让他对沈曼的人品产生怀疑，继而放大他生活里很多事情就都成了别有用心。现在被他知道了，沈曼是冤枉的，那陆敏该不会后悔回头去找沈曼吧？我不安地握住陆敏的手，老公，你先去赶飞机吧，再晚要来不及了。婆婆也自知失言，懊恼地在自己嘴上扇了一下，儿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之前是之前，但是这次确实是周佳琪这个婊子先打我的，你看我的脸，够了，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。陆敏拿上护照，有些失魂落魄地走出家门，到门口的时候甚至踉跄了一下，明显精神受到巨大冲击。沈曼对他的影响比我想的还大，我心里越发不舒服。等大门一关，我立马扑过去，薅住我婆婆的头发，左右开弓，大耳瓜子使劲抽她。你这死老太婆，不会说话就不要说，你他妈长的是猪脑子吗？啊，打死人了，臭婊子，我跟你拼了！婆婆反手挠我，我人高手长，钳制住她，动弹不得。她使劲挣扎，也还是被我打得猪头一样。婆婆心生惧意，抽个空转身就跑，边跑边哭，丧良心的臭婊子，我要去告你，报警抓你。她伸手正要开门，我已经飞奔到她身后，
一手扯住他的头发，把他往后拖。你敢报警？你报警试试。陆敏不在，我马上打电话联系精神病医院，把你送医院里去。杨洋，待会警察来了，你给妈妈作证，就说奶奶发疯了，把自己弄成这样，听见没有？妈妈给你买10个奥特曼。洋洋在旁边拍手。好的，坏奶奶，臭奶奶，刚才还敲我胳膊，就让警察把你抓走。陆敏妈妈，我从刚开始接触就知道这人不是什么好鸟。那时候陆敏请了公司几个同事回家吃饭，他坐在沙发上，摆出一副阔太太的样子，把沈曼芝使得团团转。佳琪，听说你是名校毕业的，可真厉害呀。沈曼，你大学那个学校比起来可差远了吧？你看佳琪这么厉害的，都只能在我儿子手下打工，你还能当陆太太，不知道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一顿饭的功夫，他言语中处处羞辱沈曼，要把她压一头。他似乎忘了陆敏和沈曼是大学同学，并不比沈曼高级。对付这种人，就应该在刚开始的时候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，不然你对他稍微客气一点，他把客气当福气，会把你踩在脚底下。想到这，我又朝婆婆肚子狠狠踢了几脚。报警！你报警！你报啊！婆婆弓着腰，大哭着求饶。不敢了，我不敢了，你松手。这种人其实最欺软怕硬，你对他客气，他当你好欺负；你比他狠，他反倒立马怂了。闹了一场，婆婆也怕家丑外扬，更怕自己在警察面前说不过我。她灰溜溜地跑回房里，锁上房门，也不知道在干啥。我懒得管她，换好衣服回公司上班，顺路送洋洋去上学。洋洋坐在后座上，偷偷从后视镜里观察我的表情。佳琪妈妈，你打架好厉害呀！她眼珠子转了转。爸爸知道你打架这么厉害吗？我挑了下眉，转过身看他。怎么，想跟你爸爸告状啊？洋洋狡黠地笑起来。佳琪妈妈，我今天不想去上学，想去游乐场玩，还想吃肯德基。行行行，去玩吧，我中午来接你吃饭。公司隔壁的商场就有一个很大的儿童玩乐中心，洋洋在那办过年卡。我拐了个弯，直接把车开去商场。洋洋兴奋得两眼冒光。佳琪妈妈，你真好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站在你这一边。送他进游乐场以后，我回公司处理工作，等忙到中午，又把洋洋接出来去隔壁西餐厅吃午饭，什么炸鸡、薯条、冰激凌，想吃啥就吃啥。洋洋胃口很大，以前被他妈节制惯了，现在乍然的自由，哪里肯罢休。他一口气吃了3个冰激凌，还想再吃。我低着头，一边玩手机，一边招呼服务员再来2份冰激凌。服务员面露难色，劝道：女士，这孩子一下吃这么多冰的，这样吃要吃坏肚子的。我瞪他一眼，我自己的孩子想吃什么吃什么，关你屁事啊！你上不上？不上菜，我找你们经理投诉你。服务员灰溜溜地走了。洋洋满嘴奶油，得意地挥舞着手里的刀叉。佳琪妈妈，你真厉害，还是你对我最好了。我赞许地拍拍洋洋的头。那当然了，洋洋乖，我最喜欢洋洋了。还是收买小孩子最简单，花一点钱就收获一堆彩虹屁，不像那个死老太婆，心都是黑的。当初我跟陆敏好上以后，我想讨她欢心，逢年过节送了她不少东西，她照单全收，只会用嘴巴说几句好话。佳琪，你真孝顺，比沈曼强多了。我家陆敏当初娶的，要是你该多好啊！结果呢，嘴里说的这么好听，结婚第1天就要我做早饭，还说疼我，想想都气人。
我放任杨洋在游乐场里玩了一整天，下班之后又带他买了好几样玩具，这才回家。才晚上7点半，别墅大门紧闭，我输入指纹解锁，发现门居然打不开，从里面反锁了。我生气地拍门：“王翠芳，你给我开门！”洋洋在旁边拉我的手：“佳琪妈妈，奶奶肯定是生你的气啦。以前她生我妈的气，也会这样把门锁起来。”我一愣：“什么意思？她把你妈锁在门外？”洋洋点头：“外公生病，妈妈就不在家做晚饭了，每天这么晚回来，害我和奶奶饿肚子，真讨厌。”他坐在屋外淋雨，奶奶说老天都在罚他呢。说实话，听到这里，面对这一对祖孙，我头一次的产生了道德上的优越感。我蹲下身，好奇地看着面前白白胖胖的小男孩：“你妈在外面淋雨，你就不心疼啊？”洋洋嗤的一声，神情和他奶奶一模一样。他都不心疼我，我为什么心疼他呀？奶奶说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他是我们陆家的人，却跑去伺候外公，给外公做饭，让我和奶奶饿肚子，他活该被罚。刺激！我拍拍洋洋的头，从包里拿出手机：“你妈是废物，我跟她可不一样。”我发了微信给婆婆：“王翠芳，1分钟内不开门的，我马上联系开锁公司，等把门撬开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他妈脑浆都给你打出来！”语音刚发出去没多久，很快房门打开了，婆婆黑着脸站在门后，冷哼一声，朝我翻个白眼，转身上楼了。妈的，这老贱人！我迟早得想个办法把她赶走。我回房里换好衣裳，泡了个牛奶浴，好不容易才平息下心头的怒火，正敷着面膜看电视，听见洋洋在卧室门外哭：“奶奶，我拉肚子了，我肚子好疼。”婆婆冷冰冰的嗓音传来：“别喊我，你佳琪妈妈这么好，你去找她呀。”说完砰的一声把门关了。洋洋开始敲我的房门：“佳琪妈妈，佳琪妈妈，我肚子疼。”我立马关掉电视，躺床上装睡。现在的孩子真是太娇惯了，肚子疼有什么好哭的？拉个肚子而已，又不会死。洋洋敲了一会房门，见我没反应，又捂着肚子跑回房里上厕所。上了几趟厕所，他只能又出来敲婆婆的房门：“奶奶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我好冷，我肚子好疼。”婆婆也不开门，隔着门喊：“有事情了？想到我这个奶奶，你今天撒谎那得意劲呢！别喊我，走开！”我灵机一动，跑进浴室，打开水龙头，然后给陆敏打电话：“老公，你在干嘛？人家刚洗完澡，好想你哦。”“咦，你等等，我好像听见洋洋的声音了。”我打开房门，把手机对准洋洋的方向。洋洋哭着用力拍门：“奶奶，我好疼，我肚子好疼啊！”婆婆的大嗓门隔着房门也清晰有力：“疼什么疼？周佳琪那婊子肯定在装睡，你怎么不去找她？再说了，拉个肚子而已，就你这么娇气，大惊小怪！”我心中窃喜，尖叫一声，扑过去抱住洋洋：“天哪，洋洋，你脸怎么这么白？你怎么了？妈妈送你去医院。”我手忙脚乱挂断电话，抱起洋洋往楼下跑。等我在医院安顿好一切，陆敏连夜坐飞机赶回来了。洋洋已经躺在病床上睡着了，他紧紧闭着眼睛，嘴唇一丝血色都没有。陆敏心疼地抚摸他的脸：“洋洋怎么样了？”我叹口气：“急性肠胃炎，差点脱水。你妈也真是的，这是她亲孙子，她怎么能闹脾气？”我懊悔地抿住嘴巴：“算了，我不该说她。老公，也怪我。”放学回家路上，给孩子买了个冰激凌吃。陆敏咬着牙，脸色铁青：“不怪你，我妈的话我都听见了。
我实在没想到他会这么对洋洋。我搂住陆敏的腰，把头靠在她肩上。老公，请个阿姨吧，要是我今晚还在公司加班呢？我实在不敢想洋洋会出现什么意外。我们两个工作都忙，妈妈对洋洋又是这种态度，不找个阿姨，我放心不下。陆敏点点头，好，这事你来办。从医院出来之后，陆敏冷着脸，好几天不搭理婆婆。婆婆几次凑上去解释，急得脸色通红。我怎么知道情况这么严重？周佳琪也没开门啊，你就怪我一个。杨洋敲了半天，她死活不开门。那女人蛇蝎心肠，蛇蝎心肠，蛇蝎心肠。她送杨洋去医院，不眠不休地照顾一个晚上。行了，妈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跟你吵架。陆敏摆着手，满脸不耐烦。我站在陆敏身后，朝婆婆做鬼脸，略，老绿茶，想跟我斗？我专业吃这行饭的，你能斗得过我？我进门刚2天，婆婆已经在我手里吃了不少亏，她打又打不过我，演又演不过我。陆敏还不信她，她整个人气得要抓狂。婆婆情绪激动，拍着大腿骂陆敏，你是被他灌什么迷魂汤了？以前沈曼在的时候，你都是向着我的。杨洋发烧，沈曼照顾他一整个晚上，第2天没起来做早饭，你也帮着我骂沈曼了。你那时候不心疼，现在这狐狸精假模假样，在医院陪几个小时你就心疼，你脑子长裤腰带上了。陆敏脸色一白，张了张嘴，半晌没说话。沈曼她，陆敏又开始露出那种让我不舒服的眼神。我忙打断话题，算了，这次的事大家都别提了，还是请个阿姨吧，我和妈妈都省力。婆婆也就坡下驴，没再跟我吵。可我知道陆敏不一样了，她经常长久地盯着一个地方发呆，有时候会自言自语地问一句，我是不是对沈曼太差了？其实以前都是我妈错了吧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相信过沈曼，我是不是做错了呀？我装作吃醋的样子，掐陆敏的胳膊，老公，都过去了，不许你再提他，你再这样，我生气了。我撒娇耍赖，插科打诨的把话题扯开，婆婆却若有所思地看着我，仿佛找到了我的命门。她开始在陆敏面前频繁地说沈曼的好话，故意恶心我。哎，这阿姨做菜手艺不行，还是沈曼做的饭菜好吃。儿子，你最近又开始胃痛。哎，沈曼熬的粥养胃，可惜喝不到了。你看看你这真丝衬衫给洗的，这阿姨不会干活，以前沈曼都是给你手洗的。沈曼不在，院子里的花都死了大半，没人照顾。陆敏喝醉了，瘫在沙发上，我站在旁边看电视，他就会假惺惺地坐在陆敏旁边抹眼泪。要是沈曼在就好了，他会给你熬醒酒汤，还给你揉太阳穴。儿子，你还记得吗？不像这个狐狸精，只会捏着鼻子来一句你好臭啊，快去洗澡。这么好的媳妇，1日3餐伺候你，你瞎了眼了。这么好的媳妇不要，娶这种狐狸精。说着说着，婆婆情真意切地哭起来。我脑子进水了呀，放着这么好的儿媳妇不要，找了这么个丧门星。进门第1天，狐狸尾巴就露出来，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。我气死，转头看一眼，陆敏半闭着眼睛躺在沙发上。我走到陆敏看不见的角度，狠狠掐婆婆的手臂。死老太婆，你再说一句试试，我打死你！婆婆哭叫起来，去拉陆敏。儿子，你快醒来看看呐，你妈要被人欺负死了！陆敏双手抱头，痛苦地喊道，别吵了，能不能让我清静一会？老婆，我头好疼。老婆，曼曼，给我揉揉头好不好？听见那个名字从他口中叫出来，我简直毛骨悚然。
婆婆却开心地笑起来，抱住陆敏的胳膊晃：“太好了，儿子，我就知道你没忘记他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们10几年的夫妻，你跟周佳琪离婚，你去把沈曼找回来。”可惜陆敏没回答她，她就这么靠在婆婆肩膀上打起了呼噜。我松口气，一把薅住婆婆的头发，又给她2巴掌：“死老太婆，今天不给你一点教训，你他妈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”陆敏在沙发上呼呼大睡，我按着婆婆在旁边打。这老太婆也是犟，在我手底下吃了这么多次亏，真是记吃不记打呀。不过陆敏就在旁边，我不敢太过分，打人的时候也很谨慎，一手薅着头发，专往隐秘处打，保证不让别人看见伤痕。婆婆被我打得鬼哭狼嚎，狼狈地跑回楼上锁上房门。陆敏倒在地上，嘴里还在喃喃自语：“老婆，慢慢。”我气得要命，狠狠踢陆敏一脚：“呸！贱男人，他那么好，你还不是照样出轨？贱东西，现在装什么深情？”沈曼的名字逐渐频繁地出现在陆敏嘴里，我留了个心眼，开始在公司安插自己的人手。男人都贱，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现在2个人离婚，万一他又觉得沈曼好了呢？我可不能步沈曼的后尘。我开始紧张地盯梢，每天打电话查岗，让陆敏跟我报备他的去处。陆敏苦笑：“曼曼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每天也就……”说到一半，陆敏愣住了。我盯着他，满脸讥诮：“说呀，继续说呀，谁是曼曼？”陆敏惭愧地低下头：“对不起啊，佳琪，我那是口误。”“哼，你口误几次了？我都要怀疑你心里是不是还想着沈曼。你给我买个包，我才原谅你。”我拉着陆敏去商场，2人吃了西餐。陆敏各种赔礼道歉，又带我去奢侈品店买包。陆敏大学修的双专业，其中一个专业就是金融，他自己懂理财，他就用这个当借口，把财政大权都抓在自己手中。他和沈曼结婚的时候，钱都是陆敏管，离了婚，沈曼几乎净身出户，没占到半点便宜。现在我们在一起，他也防着我，每个月只给我几万零花钱，不肯把家里的存款给我管。好不容易抓住他的把柄，我一连挑了3个大牌包，拉着陆敏去付钱。在收银台的时候，陆敏却愣住了，他呆呆地看着面前的女人，挪不动脚步。我顺着他的视线一看，心头立马一紧，居然是沈曼，而且是大变样的沈曼。这才离婚4个月，沈曼的气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她穿着修身的黑色连衣裙，肌肤白皙，曲线姣好，化了精致的妆容，乍一看还以为是什么千金小姐。沈曼手里也拿着一个包，是最新的限量款。刚才我问的时候，店员明明说没货了，他怎么会有钱买这种包的？难道陆敏离婚的时候其实付了一大笔钱给他？我转头一看，这才发现沈曼旁边还站着另一个男人，穿着西装，戴着金丝眼镜，气宇轩昂，比陆敏帅多了。我嗤笑一声，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，也没比我干净多少啊。刚跟陆敏离婚，就攀上富2代了，谁知道是不是以前早就勾搭在一起的？哟，这不是沈曼姐姐吗？这是姐姐新交的男朋友呀，好大方啊，带姐姐来这里买包。沈曼，他是谁？陆敏仿佛没听见我说话，上前一步，满脸敌意地看着沈曼旁边那个男人。你小心被人骗了。沈曼却看都没有看陆敏一眼，她拿起包，淡淡地朝旁边那个男人点了点头。走吧。陆敏错愕地瞪大眼睛，一把扯住沈曼的胳膊。沈曼，你什么态度？我跟你说话，你没听见？沈曼冷着脸。陆先生，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，
再不松手我报警了。旁边的店员见了，立刻走过来：“这位先生，请不要在我们店里闹事。”陆敏讪讪地松开手：“我们没话说。”呵呵，沈曼，你儿子也不要了。沈曼头也不回地往前走：“我没有儿子。”那个眼镜男转过身，很轻蔑地打量陆敏一眼：“曼姐，这就是你前夫啊，吃你啥眼光？”沈曼，闭嘴！陆敏失魂落魄，我跟他说话，他完全都没反应。到家之后，他拉住杨洋，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：“儿子，想不想妈妈？”洋洋正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炸鸡，满嘴油，摇着头：“不想。”“爸，你起开，你挡着我电视机了。”陆敏眉头紧皱：“洋洋，你是不是胖了？”我翻个白眼。陆敏果然是半点心思都没在自己儿子身上。这都多久了，才发现啊？洋洋每天炸鸡、冰激凌的各种垃圾食品，能不胖吗？儿子，你来给妈妈打个电话。陆敏把手机递给洋洋，我再也忍不住，冲过去一把抢过手机，摔到地上。陆敏，你够了！那贱人一出现，你就掉了魂是不是？你当着我的面就敢联系他，现在我才是你老婆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这是我第一次对陆敏大吼大叫，他往后退了一步，错愕地看着我：“佳琪，你胡闹什么？沈曼再怎么样也是洋洋的亲妈，我们离婚归离婚，他跟孩子的血缘斩不断，我让孩子给他打个电话怎么了？你别无理取闹。”婆婆从厨房端了盆水果出来，正好听见陆敏的话，她眼前一亮，走过来把水果放到洋洋面前：“对，儿子，离婚归离婚，他得来看看洋洋啊。这样吧，我打电话给他，叫他明天来家里。”婆婆自信地掏出手机，迫不及待拨通沈曼的电话：“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”一连几遍都是，婆婆还要继续打。我捂着嘴笑起来：“哎呦，人家都把你拉黑了，哈哈哈，还上赶着叫人来做客呢，真是笑死人了。别人找了个小奶狗，日子不知道多少逍遥快活，什么儿子不儿子的。”婆婆脸色一变：“什么意思？她这么快找男人了？她不跟我们陆敏复婚了？这死老太婆！要不是陆敏就在旁边，我真想锤死她！复什么婚？你当我死了是不是？老公，你看妈，我嫁进这个家当牛做马，她心里只有沈曼，就没正眼瞧过我。”我哭着扯住陆敏的胳膊，她只是烦躁地把我推开，一个人转身上楼了。“别吵了，让我清静一会。”看着她离去的背影，我脸彻底黑下来。我太懂他这种状态了，他刚跟我好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沈曼的，一接到沈曼电话，他就满脸不耐烦：“妈年纪这么大了，你就不能包容他一下？别吵了，让我清静一会行不行？公司电梯每天那么挤，衣领蹭上口红不是很正常？曼曼，你别无理取闹了，男人只会用发脾气来掩饰自己的心虚，他肯定变心了。”接下去的几天，我和陆敏开始频繁争吵，婆婆掺和在里面，添油加醋，家里每天鸡飞狗跳，我整个人都精疲力尽。这天晚上，等陆敏睡着之后，我偷偷打开了她的手机：“曼曼，你过得好不好？曼曼，今天妈又跟我告状了。她和佳琪相处的也不愉快，我现在才意识到妈的性格确实有问题，以前都是我错怪你了，你会原谅我的吧？我们以后还是能做朋友的，对不对？”曼曼，下班了，我不想回家，我现在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。还记得咱们刚租下这间办公楼的那天吗？连桌椅沙发都没有，我们2个人坐在地上，共同吃一碗泡面。你说那是你最幸福的时刻，落地窗外的霓虹灯映在你脸上，
那一刻的你真美啊！我现在闭上眼睛，还能想起你当时的笑脸。曼曼，我胃好疼，我难受。佳琪从来不管我。沈曼早就把陆敏拉黑了，通篇都是陆敏的自言自语，一连串触目惊心的红色感叹号，像一个个巴掌打在我脸上，我浑身颤抖，气得想把身旁这个虚伪的男人掐死。手机震动，又一条信息跳了进来：谢恒，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当初沈曼是我们班长啊，你们创业公司框架也是他搭起来的，他能力比你强多了，当了几年家庭主妇，你就把这些全忘了。谢恒是陆敏的死党，两人关系一直都很好，自从我们结婚后，他们联系就很少了。我网上翻了下聊天记录，才发现陆敏在向谢恒打听沈曼的近况，他现在跟江燕合伙开直播公司呢，听说几个号都爆了，做得挺火的。江燕你还有印象吗？就那小学弟，我们大三那年，他刚大一，一进校就疯狂追求沈曼，可嗨。曼曼，水，我想喝水。陆敏翻了个身，咳嗽起来，我忙把手机关掉装睡。他喊了一会，见我没反应，自己坐起身，抱着被子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陆敏起身下床，走到床尾柜子那边拿水杯，他顺手拿起手机，打开看了几眼，冷笑道：江燕，怪不得有点眼熟，原来是他。我心里呕得要命，但只能忍着，钱都在陆敏手上，我现在跟他闹翻了，没有半点好处。我本来想憋着这口气，可我婆婆却开始挑事。第二天，陆敏先去上班了，她当着我的面给亲戚朋友打电话，把我骂得一文不值。丧门星、狐狸精，每天穿几片布，连门口的保安她都要抛媚眼，真是连沈曼一根汗毛都比不上。哎，我真是瞎了眼呐！娶她进门，我二话不说，直接冲过去挂掉电话，薅住她头发，巴掌甩成风火轮。你个老婊子，我忍你很久了，记吃不记打是吧？婆婆惨叫起来，你又打我，你都打我多少次了？哎呦，我这把老骨头要没命了，打的就是你个老畜生，一天天见不得儿子好。沈曼在的时候，你作践沈曼，我在你就作践我，谁当你儿媳妇谁倒霉。你他妈心理变态，你自己想嫁你儿子吧。周佳琪一声厉喝从门口传来，我转头看了一眼，吓得魂飞魄散。老公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婆婆大笑起来，一边笑又一边大哭。儿子，他以前就是这么打我的。呜，你总算肯信我的话，我快被打死了呀，儿子。陆敏大步走过来，狠狠给了我一巴掌。贱人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我头昏脑胀，扑过去厮打陆敏。你凭什么打我？是你妈先骂我的，是她先欺负我的。见有儿子撑腰，婆婆立马反扑。陆敏一手摁着我，婆婆趁机使劲扯我头发。狐狸精，臭婊子，我好好的一个家都被你毁了。陆敏也眼眶通红。周佳琪，你敢打我吗？男女之间力气差异太大了，我根本不是陆敏的对手。我权衡一下，立刻讨饶。对不起，老公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可是他一直欺负我。老公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我被陆敏和他妈压着狠狠打了一顿，我大哭不已，闹了一通。三个人坐在地上喘气。正在这时候，陆敏接到了一个电话：陆远扬的家长是吧？你儿子出事了，你赶紧来一趟医院。派出所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儿子在上学呀。陆敏皱着眉头听了一会电话，一把将我从地上扯起来，走，跟我去医院。洋洋出啥事了？婆婆也着急忙慌地跟上来。我们一家三口赶到医院，
立刻被其他愤怒的家长包围了。你就是陆远扬的家长，你们怎么教育小孩的？杨洋头发凌乱，脸上都是红印，衣服也被扯得乱七八糟，正被几个警察拦在最里面，看见我们就大哭起来。爸爸，救我！陆敏大怒，杨洋别怕，谁弄的？谁把我儿子打成这样？陆先生，你还是先看看这段视频吧。看完警察播放的监控，我们都沉默了。游乐场里，一个小女孩坐着玩滑滑梯，洋洋揪住她头发就是2巴掌，滚下去！这里是我玩的。小女孩大哭起来，旁边的小孩纷纷指责洋洋：你怎么打人啊？你是坏小孩！小女孩的哥哥也在旁边冲过来打洋洋。今天是周3，上学的日子，在游乐场的都是3、4岁的小孩，洋洋一个10岁的小男孩，简直像虎入羊群。他直接把小男孩提起来，从滑梯上扔下去了。所有的小孩都尖叫起来，有吓哭的，也有骂他的。洋洋得意洋洋，谁骂他就打谁，弄伤了一大群小孩。这些家长都联合起诉了陆敏先生。后续的民事赔偿问题，你还是先去找个律师吧。陆敏脸色惨白，今天不是上学吗？他为什么没去学校？老师都是干什么吃的？陆敏掏出手机，给杨洋的班主任打电话。我见势不妙，已经准备开溜。完了，这几个月，洋洋总共就没上几天学。今天早上是陆敏送他去学校的，可他已经玩出习惯，根本没有进校门。等陆敏一走，他就用电话手表联系我，我给他叫了滴滴，送他去游乐场。我跑了几步，头发被人狠狠扯住。陆敏目眦欲裂：周佳琪，你要毁了我儿子！你这贱女人！离婚！我要跟你离婚！事情已经闹成这样，我反倒不怕了。我狠狠唾了一口，想离婚？好啊，拿1半家产来，不然你休想！陆敏气得发狂，直接回公司宣布把我开除了。他把我的衣服收拾好，把行李箱扔在地上。周佳琪，从我家里滚出去！我只是冷笑，往沙发上一躺。这是我家，谁都没资格赶我走。我说过，想离婚，拿钱来。陆敏一脚踩在我肚子上，冷笑道：周佳琪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你知道吗？中国的婚姻是保护男人的，不离婚。行啊，我怎么打你都是家暴，你受得住你就在我家待着。陆敏抄起茶几上的烟灰缸，狠狠砸在我头上，我发出一声惨叫，额头上血流如注。婆婆在旁边拍手：打得好，打死这个臭婊子！我一边哭一边朝外跑。陆敏，你对我做到这个份上，就别怪我鱼死网破了。我在公司待了4年，也不是吃干饭的。我反手把一大叠偷税漏税的举报材料交到税务局，然后把公司账户的钱都卷走，跑路了。名校学历是假的，整容的脸也是假的，但是我拿到手的钱却是实实在在的。从小我就知道，走捷径是最快速的成功方式。靠父母，靠男人，靠谁不是靠？谁又比谁低级呢？那些为男人掏心掏肺的女人才倒霉一辈子，而把爱情当成砝码，把男人当踏脚石，才是人生成功的秘诀。那些孩子的家长里面，有几个身份地位都不俗。陆敏要应付天价赔偿款，又要面对公司客户的追责，还要补税，交高昂的罚款。陆敏卖了别墅，焦头烂额之际，我已经在三亚度假了。我喝着果汁，美滋滋的在躺椅上晒日光浴。沙滩上忽然喧哗起来，我转头一看，看见几道熟悉的身影。陆敏跪在地上，苦苦哀求：曼曼，除了你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跟我回去吧，我错了，
当初都是周佳琪勾引的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看其他女人一眼。洋洋也在旁边大哭，她看起来瘦了很多，脸上还有很多伤痕。妈妈，每天都有人在路上朝我丢石头，同学也不理我，我害怕。妈妈，爸爸也不给我买炸鸡了，他说没钱。我想吃炸鸡。沈曼推了下鼻梁上的太阳镜，不耐烦地站起身。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滚！老公儿子这么惨，这女人离了婚，倒挺绝情的。我嗤笑一声。陆敏转头看过来，脸色大变。周佳琪，不好！我把手里的东西一丢，转头就跑。陆敏已经快步追了上来。你这臭婊子，你卷走这么多钱，害得我家破人亡。我跑了几步，忽然感觉腰间一凉，旁边已经有人叫起来：杀人啦！杀人啦！陆敏抢过旁边水果摊上的刀子，狠狠扎在我腰间。我踉跄几步，倒在地上，头顶的天好蓝啊！我脑中忽然闪过初恋的脸和分手时他送我的那句话：周佳琪，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，你会后悔的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